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唐三与比比东的初次交手，以及大明二明献祭成为唐三的魂环，助唐三成为封号斗罗。唐三离开海神岛的时候，距离85级仅仅一线之差。随后在杀戮之王，也就是他的曾祖唐晨手中救下胡列娜之后，唐三得知比比东正带着武魂殿6位长老在星斗大森林猎杀魂兽，能够让比比东出动如此多的强者一起猎杀魂兽，他的目标只会是森林之王泰坦巨猿二明以及天期牛蟒大明这2个10万年级别的魂兽。得知消息后，唐三经过整整1天的急速飞行，才赶到星斗大森林的外围。唐三将小舞放出来，在一旁帮他守护着，而他则盘坐着利用蓝银领域和他强大的精神力探查大明和二明的踪迹。用了整半个时辰，唐三才探查到大明二明大概的位置。此时的大明二明并没有生命危险，但却都受了重伤，在比比东和武魂殿其他长老的追击下疯狂逃命。唐三与2兽之间至少需要6个时辰的飞行，好在唐三已经用精神力接触2兽，引导他们朝着唐三的方向跑。因为地形原因，唐三只能凭借着八蛛矛对地形的特性全力赶路。此时的大明和二明在比比东的追击下气息越来越虚弱，大明原本长达30多米的身体，后面的7、8米已经断了，一双巨大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身上伤痕累累，伤口处全都带着比比东武魂的剧毒。二明的情况看起来比大明好一点，但他的胸口处有一个巨大的，甚至能看到他心脏跳动的伤口。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大明断掉的尾巴和二明胸前的伤口是在之前被菊斗罗和鬼斗罗的武魂融合技困住时受的伤。2兽都拥有自己的天赋领域，正是凭借着领域减缓对方追击的速度，以及对星斗大森林的熟悉，他们才能边打边逃半个多月。大明和二明现在的状况其实已经撑不下去了，比比东死亡蛛皇的剧毒已经侵蚀了2兽的身体。其实按照比比东的实力，他一个人就可以猎杀2兽，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带了6位封号斗罗，而且为了防止大明和二明的临死反噬，比比东一直用自己的特殊能力锁定他们，不远不近的跟着，想要耗着大明和二明，让他们死在自己的剧毒之下。看着大明和二明顽强的抵抗，比比东十分兴奋，他们越强大，魂环和魂骨的品质就越高，只要能得到这2个魂兽的魂环魂骨，比比东有绝对的自信去冲击最后一步。就在大明二明越来越绝望，想要试试看能不能有一个兽自杀成功的时候，一道刺目的金光毫无预兆的出现，笼罩在鬼斗罗的身上。鬼斗罗的武魂十分特殊，他小时候死过一次，机缘巧合，魂魄又重新附体，觉醒了极为特殊的鬼武魂。他的魂魄就是他的武魂，而他本身却是个活死人。鬼斗罗的克星就是神圣之光，而隐藏在一旁的唐三之所以选择攻击鬼斗罗，也是在权衡利弊之下做出的最好选择。比比东的实力，唐三并没有把握一击能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而剩下的5个封号斗罗，唐三只熟悉菊斗罗和鬼斗罗。经过杀戮之王之后，唐三对海神之光的了解更深了，他有把握一击重创，甚至是杀死鬼斗罗。而鬼斗罗一死，他和菊斗罗的武魂融合技就无法再施展，失去了2级禁止领域这个限制技能，对唐三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鬼斗罗死在了唐三的海神3叉戟手中，掉落的魂骨也被唐三收了回去。杀死鬼斗罗的唐三迅速后退，在蓝银领域和瀚海护身罩的双重保护之下，将自己再次隐匿起来。突发的情况让比比东生出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他决定要速战速决，将2兽杀死，获取魂环和魂骨。而大明和二明通过唐三的气味认出了他的身份，2兽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以及不成为比比东魂环的信心。比比东吩咐剩下的4位封号斗罗守护他，而他则开始猎杀大明和二明。比比东整个人化身成为一个巨大的蜘蛛，小心翼翼地靠近2兽。他施展出死亡蛛皇的第8魂技蛛皇分身，以魂技制造出一个拥有本体100%威力、无智慧、需要操控的分身。比比东和分身朝大明二明冲了过去，他不再保留实力，在全力防御和攻击下冲向自己的猎物。就在他前进的时候，唐三的蛛网束缚拦住了他释放的蛛网，瞬间唐三和大明二明一人2兽的领域发动，迟缓领域、重力控制领域以及唐三的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将比比东和4位封号斗罗拦住了一下下。比比东的死亡领域要比唐三和大明二明的领域都要强，但他一个领域无法对抗3个领域，甚至在唐三蓝银领域的作用下失去了他们3个的身影。他的死亡领域无法限制对方，而唐三的领域也被他抵挡住了。他在大明二明身上的精神气息也被强行切断，失去了他们的位置判断。比比东的实力令唐三感到惊讶，在他的判断中，比比东的魂力至少也高达98级。比比东将自己的死亡蛛皇武魂切换到第2武魂噬魂蛛皇，发动噬魂蛛皇的第3魂技魔蛛召唤。这些魔蛛并不是能量形成的，而是在比比东魂技的影响下，由地下的死气聚
集而成。魔蛛并不一定能找到隐身的唐三，但中了比比东剧毒的大明和二明却很容易被他们找到气味。比比东有魔蛛帮忙，唐三也有蓝银草帮忙。在星斗大森林中，蓝银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唐三利用蓝银草吞噬魔蛛身上的能量，补充到两兽身上。当大明二明来到唐三面前，唐三很清楚正面刚是刚不过的，而且大明二明的领域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到时候仅凭蓝银领域是无法抵挡比比东的，要走就得赶紧走。但唐三需要控制蓝银领域来阻挡比比东的视线，所以他当机立断地将灵魂附体的小舞释放出来，让熟悉星斗大森林地形的小舞带着大明和二明离开。只要他们逃出5里以上，唐三就有把握凭借蓝银领域干扰比比东的精神力，让比比东无法探测到他们的位置。唐三很自信，只要他们离开，自己或许打不赢比比东，但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星斗大森林之中，只要他想逃，比比东是不可能找得到他。小舞和大明二明离开之后，伴随着海神之光，唐三再次举起海神三叉戟朝比比东斩杀。比比东的武魂属于邪恶一类，而海神之光对他有克制的作用。面对唐三突然的一击，比比东迅速做出反应，和海神三叉戟发出的金色光刃撞在了一起。这一击让两人的领域都出现了紊乱。唐三发现比比东身上的制邪之气比杀戮之王还要纯粹庞大。比比东并不是被唐三的魂力攻击后退，而是被纯粹的海神之光带给他的创伤击退。此时的比比东实力已经达到了99级的巅峰斗罗，只是有部分魂力目前的他还不敢使用。碰撞过后，比比东迅速锁定了唐三的位置，他的死亡领域爆发，飞速的侵蚀着唐三的蓝银领域，失去了大明二明的领域。唐三的蓝银领域在死亡领域的侵蚀下飞速消融。武魂殿的4大封号斗罗同时朝着唐三攻击，面对攻击，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在海神之光的注入下变得更加强烈。唐三将手中重达108斤的海神三叉戟如流星赶月一般直奔那4名封号斗罗飞了过去。而在海神三叉戟脱手之后，唐三的领域加入了海神三叉戟的威能，将比比东的死亡领域强行震退。这时候的比比东已经无法顾及唐三了，每失去一个封号斗罗对武魂帝国的打击都是巨大的。他挡在了剩余4位封号斗罗的面前，正面迎向了海神三叉戟。4位封号斗罗也都释放出自己的单体攻击技能攻向海神三叉戟。海神三叉戟重达108000斤的本体攻击，再加上唐三灌注的魂力和海神之光，破魔、破邪、破灭3大效果同时出现。虽然唐三还不能发挥出他完整版的威力，但他这孤注一掷的攻击还是将4位封号斗罗同时震退。而比比东双臂魂骨所化的巨镰也在抵挡海神三叉戟时出现一道道裂痕。比比东使出全力将这一击抵挡住，而接近力竭的唐三也将海神三叉戟抓了回来。同时追随而来的还有想要抓住海神三叉戟的比比东，两人的领域在刚刚那一击之后都无法再维持。唐三再次用海神三叉戟将比比东轰了出去，随后瞬间转移向后飞出100米，施展瀚海隐身罩进入隐身状态。唐三躲过4名封号斗罗发出的远程攻击后迅速逃离，到手的魂环被对手救走，这让比比东十分生气。无比愤怒的比比东将全部的精神力集中，发动他的头部之精神免疫头骨魂技真实世界。这个技能需要消耗比比东1/3的精神力才能施展。为了追击大明和二明，他毫不犹豫地施展了出来。这个技能可以免疫幻觉，唐三的身形也显现了出来。比比东立马就带着其他人扑了上去。为了追唐三，一向善于隐藏实力的比比东使出了自己的另一块魂骨技能。这块魂骨和唐三的8蛛矛一样，也是一块技能飞行可进化的外附魂骨。为了2大神兽的下落，比比东只能重创唐三，而不能下死手。他施展出噬魂蛛皇的武魂真身，瞬间就来到了唐三的背后，死亡领域将唐三笼罩。还没有缓过来的唐三面对比比东的死亡追击，毫不犹豫地将海神之光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然后插在自己身前的地面上。如果比比东执意要用这一击斩掉唐三的双臂，那么他就会撞上海神三叉戟。撞上去之后会有什么结果，比比东绝对不会想要去尝试。就在唐三准备再次逃离的时候，海神三叉戟突然发出金光，在金光的作用下，唐三的身体无法移动。海神三叉戟的金光不仅定住了唐三，还让比比东飞速后退。此时的唐三全身变成金色，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这股气息让比比东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唐三的精神力也看到了这个虚影，金色虚影握住海神三叉戟，一个充满威严的声音在唐三的脑海中响起，告诉唐三他是海神，自创黄金13戟，现在传授唐三前3戟。海神传授的第一式叫无定风波，无定风波攻防一体，是黄金13戟中唯一的最强的限制性技能，一旦命中对手，不论对手有多强，8秒内绝对无法移动半分。面对海神虚影的攻击，比比东的死亡领域失去效果，精神力也被压制，他迅速做出反应，10万年的第6魂技永恒之创朝着无定风波而去。永恒之创物理防御无效，能量防御降低50%，一旦命中，创
伤将无尽蔓延，只有依靠魂力来抵御，直到魂力消耗完，油尽灯枯而亡。这个魂技是比比东最霸道的单体攻击能力之一，其他4位封号斗罗也都拿出了看家本领，但他们的攻击全都被无定风波直接抹掉了。比比东发现自己的攻击无效，不仅不后退，还迎了上去，同时他将自己的噬魂蛛皇真身瞬间转换成死亡蛛皇真身。比比东死亡蛛皇武魂的第9魂环亮起，整个身体布满了一层紫色魔纹。当无定风波的金色光环笼罩住他们的时候，比比东和其他4人身体全部凝固住了，气息被完全压制。海神虚影继续发动黄金13级第2式千载空幽。千载空幽是一个群攻技能，在这一击之下，4名封号斗罗鲜血狂喷的摔了出去，不死也是身受重伤，而比比东被轰了出去，口中喷出大量紫色粘液。这一击因为海神虚影的能量不足，展现出来的效果并没有让海神满意。他为唐三展示的最后一击是黄金13级的第3式一去不返。此时的比比东还处于无定风波限制的8秒之中，无法移动的比比东在一去不返的攻击下，身体爆裂成无数碎块。将这3式交给唐三之后，海神虚影告诉唐三，比比东拥有身体不死的技能，除非唐三继承神位，否则他永远杀不了比比东。而此时的比比东被海神虚影的黄金神力侵入，想要修复好身体至少需要半个时辰。既然海神都说了自己在成神之前杀不了比比东，恢复身体能够动的唐三毫不犹豫地催动瀚海护身罩隐身潜逃。而另外4位封号斗罗被黄金13级给打怕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追上去。比比东死亡蛛皇的身体聚合之后，立刻解除武魂真身，收回武魂，幻化成本体的他十分不甘，但也只能在其他几人的守护下修炼。逃走的唐三在小舞灵魂的牵引下，很快就和他们会合。此时的大明和阿明已经快不行了，比比东死亡蛛皇的剧毒不仅侵入了他们的内脏，还侵蚀了他们的灵魂。大明告诉唐三自己很感谢他，没有让他和阿明成为比比东的魂环魂骨。突然回光返照的大明告诉唐三，他和阿明临死之前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希望唐三可以帮他实现。而他们最后的心愿正是希望能在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亲眼看到小舞完成复活的过程。对于复活小舞，唐三当然是非常期待的，但此时的他魂力还只是85级，离封号斗罗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大明告诉唐三，这5级的魂力差距他和阿明可以给他，而唐三在拥有了这5级魂力之后，必须要将小舞复活。面对大明的要求，小舞是拒绝的，但阿明却告诉他们，既然必定要死，那就死的有价值一点。他们成为唐三的魂环之后，不仅能帮小舞复活，还能够一直守护在小舞的身边。唐三的实力，大明和阿明已经看到了，但他们并不知道唐三已经是海神继承人，所以很担心唐三为了成为真正的强者，舍不得放弃最后的10级魂力，不想帮小舞复活。面对大明阿明怀疑的话，唐三直接将小舞的灵魂束缚拘回自己的体内，随后用海神3叉戟直接将自己的右臂砍了下来。唐三的右臂正是小舞的魂骨所在之处，他的行动让大明阿明看到了他的决心。两兽向唐三道歉之后，便立马向唐三献祭。大明阿明作为星斗大森林中的霸主，2大10万年魂兽献祭所产生的增幅，完全能够让唐三的魂力直接跳跃5级，提升到90级的程度。大明阿明献祭时，唐三用自己的灵魂告诉他们，自己一定会帮小舞复活，并且会用生命守护他，同时也一定会帮他们报仇，击杀比比东，毁灭武魂帝国。在大明和阿明联合的献祭之下，唐三的魂力冲破了90级的瓶颈，晋升到了封号斗罗的级别。大明成为了唐三蓝银皇的最后一个魂环，唐三砍断的右臂魂骨也由大明的魂骨补上了。从品质上来讲，大明的魂环魂骨都在小舞之上。在唐三蓝银皇右腿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技能下，他的右臂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了起来。当唐三第9魂环完成了与蓝银皇的融合之后，阿明也成为了昊天锤的第1个魂环，还为唐三左手的昊天锤带来了一块充满力量的左臂骨。在唐三吸收完阿明充满力量的魂环魂骨之后，他的体内经脉暴跳，血液流转速度是以往的3倍以上。如果人体一次性吸收的能量太过庞大，超过了人体承受的范围，结果轻则经脉爆裂成为废人，重则爆体而亡。唐三在吸收完泰坦巨猿的魂环之后，身体出现这种负荷过大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承受能力差，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身体承受能力太强才会这样。一般的封号斗罗按照最佳魂环配比来算，所有的魂环修为年限加起来绝对不会超过20万年。而此时的唐三第1武魂蓝银皇的魂环配比是黄黄紫黑红红红红红，光蓝银皇武魂就有5个10万年魂环，再加上昊天锤的10万年魂环，唐三的魂环年限高达60多万年，还有他的众多魂骨，加起来他自身属性增幅绝对在普通封号斗罗的2倍以上。一直到昊天锤吸收第1魂环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
足以证明唐三身体的强悍程度。换成普通人，这种情况早就爆体而亡了。但唐三作为主角以及海神继承人，在离开海神岛的时候，他就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在拔出了海神三叉戟，经历了海神9考中的前7考之后，唐三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跨入了神级领域。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唐三的身体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熔炉之中，他的身上2大神兽献祭产生的红光消失了，冒起了强烈的金色光焰。唐三6块魂骨位置下面的筋脉、肌肉，甚至是骨骼开始变得灼热，他体表的肌肉迅速的膨胀起来，但在海神三叉戟的金光普照之下，又逐渐的平复了下去。唐三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变得无与伦比的强韧。一切都结束之后，唐三的魂力已经高达91级，而从大明、二明献祭、吸收魂环到结束，也已经过了小半个时辰。比比东万一修复好了，随时都有可能会杀过来。唐三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一个绝对不会被打扰的地方复活小舞。就在唐三离开的同时，另一边的比比东也结束了自己的修炼。唐三吸收2大神兽的魂环，暴露了他的身份。在斗罗大陆拥有双生武魂的除了比比东自己，也就只有唐三有这个实力，可以在他们的手下救走2大神兽，还能够吸收他们的魂环。气到极点的比比东很清楚唐三将成为他们日后最难对付的敌人，而且是没有之一的那种。但不管比比东再怎么愤怒，他即将到手的魂环还是就这么飞了。而唐三的出现让比比东受到了威胁，如果没有唐三这个敌人，或许他还会花时间再找机会寻找10万年的魂兽，但现在显然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他找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只能再次进入星斗大森林深处，为自己的最后2个魂环寻找次一点的魂兽。到这里为止，唐三与比比东的初次交手已经结束了，唐三也终于成为了封号斗罗，只要再将昊天锤的魂环加满，就可以回海神岛，向着无数魂师心目中最遥不可及的方向前进。不过现在对唐三来说，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小舞复活，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往后挪一挪。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比如说盘点或者是解说哪一部分的剧情，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兜兜。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